这一届的美国年轻人被房地产无情地抛弃了。10年前，美国的房地产是年轻人的舞台，10年后却成了老年人主导的市场。别以为我在讲八卦，这是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2025年报告里面写明的事实。谁还在买房子呢？谁已经不买了呢？美国现在谁在买房子？不是年轻人，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老年人买房子、年轻人看房子的时代。婴儿潮一代是61到79岁，占了全国买家的40%多。Z 时代是18到25岁，只占3%，连同千禧一代26岁到44岁加起来也不到1/3。房市的主力军早就远离了40岁以内的年轻人，变成了那些退休的、有钱的、还能贷款的婴儿潮一代。为什么年轻人不买房子了呢？你会说年轻人都去炒股了，或者玩 AI 去了。其实真的不是，主要是3座大山：高房价、高利率、学生贷款。千禧一代里面有43%背着人均3万美元的学生贷款，信用分还偏低，平均691分，远低于全国715分。再加上车贷、学生贷款、信用卡贷款，他们的总债务收入比已经达到了37%到40%，逼近贷款审批的红线43%。银行一看负债高、收入紧，直接拒贷或者抬高利率。就算 FHA 贷款允许低首付、低信用，但是在7%到8%的高利率环境下，月供的压力大得惊人。他们的首付款平均只有10%。按照41.9万的中位数房价来计算，加上保险和房产税，月供每个月在3000到3200美金。所以不是美国年轻人不买房去炒股了，而是他们买不起。婴儿潮一代买得起也卖得掉。婴儿潮一代曾经是美国历史上人口最多的一代，大约7000万人口，掌握全美国约50%的家庭净资产，不只是最大的买家占了42%，还是最大的卖家占了53%。他们一边卖掉旧房子，一边换成适合自己住的小房子，顺便把财富结构也做了重组。这里面有个基本的现象，美国业主持有房产的中位数时间是10年，年轻人的是5年，婴儿潮一代通常是15到16年才出手。卖房的理由也特别的生活化，23%是为了离家人朋友近一点，12%是因为房子太小了，然后11%是因为房子太大了。他们买卖房产不是投机，而是进入人生另外一个生活的阶段。他们通常买什么样的房子呢？在哪里买呢？目前的买家基本上75%的以上都是买的是独栋的房子 ，single family house， 平均面积1900平方英尺，大概是176个平方，中位购房的价格大概在39万美元。最喜欢的地区是郊区，占了45%。现在工作越来越灵活了，远程的办公也普及了，通勤的成本下降，大家更愿意住在大一点的，哪怕远一点的房子。
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趋势就是多代同堂，现在有17%的买家是3代同住，其中45到59岁的人群比例最高，占21%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一套房子成了家族资产的核心，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年人生活的最佳选择。那么他们怎么买呢？靠谁来买呢？虽然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网上看房，43%的买家先从网上面找房子，平均花10周的时间看7套房子才下定决心，但是最终成交的88%还是通过经纪人。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大家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拍板。AI 或许能带路，但买房这个事情，人情味还没有被取代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98%的买家最看重的是地产中介和诚信与正直。那么贷款怎么贷呢？钱从哪里来呢？数据显示74%的买家用了贷款，其中64%是传统的贷款，目前利率大概在6.5%左右，29%是 FHA 政府保险贷款，目前利率在5.9%到6.6%。8%是 VA 退伍军人贷款，利率是最低的，在5.2%到5.75%之间。首付方面也分年龄层的，24岁到34岁的年轻人，平均首付只有10%。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平均首付超过35%。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？49%是靠储蓄，45%是靠卖旧房子的钱。说白了就是年轻人靠积蓄，老年人靠资产。卖家的心态变了，从对赚钱到生活。这份报告里面最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心态了。10年前卖房子是为了赚一笔钱，现在卖房子是为了住得舒服。而且疫情之后，美国人更愿意搬家去小城市或者是气候好的地区。佛罗里达、德州、田纳西州仍然是热门迁入的地方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在近2年反超1线。值得关注的大趋势，房市的购房主体正在变老，买家和卖家都往老年人集中，年轻人入场越来越难了。像父辈一样靠买房积蓄第一笔人生财富的故事，越来越不可能实现。郊区和多代同住的现象成为了常态，经纪人依然强势，88%的交易靠中介完成，再强的平台算法还是取代不了人。美国购房人信心还在，79%的买家仍然是认为买房子是好投资。这是一份关于美国楼市的报告。买房曾经是美国人的白日梦，但是现在连美梦都难做了。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买房的难度越来越大？别说普通的家庭了，就连中产阶级现在都捉襟见肘。数据不会骗人，从收入、房价、贷款的利率、租金、持有成本等多个维度，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你以为是房价贵吗？其实问题比这些复杂得多了。买房的人收入跟不上节奏，工资的上涨。2024年11月的时候，美国人均的工资同期增长5.7%，看似不错，但是当时的通胀率是2.9%，
远远超过疫情前的2%左右的水平。这个工资的涨幅是低于1965年以来6.18%的平均工资的涨幅。这2年，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减少了很多。工作涨幅最高的是2021年的4月份，高达15.4%，而2020年的4月份受疫情的影响，甚至出现了负的6%的负增长。家庭的购买能力，根据纽约报邮2024年11月17日的报道，2024年第3季度要买得起美国目前中位数房价，年收入至少需要达10.7万美元，而且目前只有36%的家庭可以买得起。相比之下，2019年这一比例就有59%，购买能力显然大幅度下降。再给大家看一个极端的案例，如果在加州圣何塞，情况会更加的严峻。这里的房屋中位数价格约为130万美元，能负担得起的家庭不足15%。买房对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美国梦。利率飙升让买房的成本剧增。在房地产的市场当中，贷款的利率是影响购房者承受能力的关键因素。目前，美国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高达7.04%，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高。租金虽然上涨，但是租房仍然更加划算。对比买房和租房的成本，截止2024年的12月，美国租金中位数为$1594，同比下降1.9%。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新建公寓上市，增加了租赁市场的供应量。同时，目前美国现房的房价中位数为40.6万美元。如果按照80%的贷款，目前的利率7.11%计算，30年期固定的利率月供高达$2185。租房比买房月供还低了$591，买房的性价比明显低于租房。正常的情况下，普通人会更愿意选择租房。美国目前租金的涨幅和历史水平不难发现，尽管2024年12月的租金同比涨幅为4.6%，略高于2015年以来的平均水平，但是如果与过去25年约2%的通胀率相比，这个涨幅并不算离谱。主要是2个原因，这2年有大量的新造公寓房竣工，供应量大增，工资的涨幅太低，2021年到2023年的房租涨幅太快。目前房租已经超过大部分家庭可承受的水平。房价与租金的比值，就是房价除以房租的比值。这个比值越大，说明租金的收益越低。目前是133.63，这是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。主要的原因还是房价过高，这也再次说明了租房的性价比显然更高。房屋的持有成本上升，购房的负担很重。现在是即使买得起房子，后续的持有成本也在不断的攀升，地产税在上涨。2024年的12月23日的报告，目前美国独栋房产市场的平均房产税账单已经达到$4062，比2023年增长1.4%，这是对购房者来说又是额外的负担。房屋保险在飙升，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繁的佛州、德州和洛杉矶、加州，各类飓风、龙卷风、野火、地震、洪水、冰雹、雪霜等等，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市场或者大幅
提高保费。佛罗里达州年均保费已达到10,996美元，而全美国平均水平仅为2377美元。维护费用也在不断的增加。根据《纽约邮报》的报道，美国房主每年在维护和维修上的隐形花费平均就有3192美元。这一个数字较4年前增长了26%，主要也是因为材料和人工成本在不断的上升。同时，《华尔街日报》2024年12月23日的报道提出，房主在房屋日常维修上平均月支出就达到500美元，而更大的维修费用，比如更换屋顶或者热水器，价格更是夸张。房租保护法加剧了房东的困境，这也导致了独栋房产的投资吸引力大大的降低。在加州、纽约和俄勒冈地区，租客保护法给租客提供了非常强的保护。纽约州的租金控制法规是全美国最严格的，比如租金涨租限制，租客可以长期享受较低的租金。驱赶租客理由必须合法，这也意味着租客在驱逐的过程当中有充分的申辩机会。在加州全州范围的租金增长不得超过5%的通胀率，一般限制在10%以内。在俄勒冈全州的租金增长上限为7%以上的通胀率。相比较之下，德克萨斯、佐治亚等州没有租金增长的限制。根据数据的分析，大家得出一个结论：目前美国房价远超大家的购买力，中位数的房价大概是40.4万。截止2024年的11月份，美国的平均房价是48.5万。中途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在2022年12月份更是飙升到了56.9万，目前是逐渐的平稳。也正是因为高房价和逼近7%的贷款利率，大众购房的能力有限，也导致了首次购房者推迟他们的购房计划。目前，美国首次购房者的中位数年龄已达到38岁，创造了历史的新高。看来，美国人的购房梦确实是渐行渐远。综合来看，美国独栋房产的市场目前处于高库存加低需求的过渡期。未来的2年，独栋房产的市场可能会出现以下的趋势：目前，美国处于房价开始下跌的时期，就是刚狂欢过后的消停期。未来2年的房价将处于下降的通道。利率的问题，未来2年贷款的利率将在6%到7%左右，大部分家庭买不起房子，不得不继续租房子。投资的阻力加大，高房产税、保险费与维修的成本将抑制市场的需求。当今社会，很多人奋斗一辈子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买房的问题深刻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工作、消费和投资决策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梦想。在当前的高房价背景下，即使是高收入的美国人也存在日益加剧的经济焦虑。一项调查显示，许多年收入达6位数的美国人，其实他们自己都在承受着不为人知的经济压力。有64%的年收入达6位数以上则表示，他们的收入还远远谈不上成功，充其量只能勉强地维其生计。即便是高收入的人群，
也存在的经济焦虑，他们表面上过着富足的生活，私底下里面却要还债、还信用卡，或者是为了生存挣扎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即便购房意向较低的年轻租房者，与购房意向较高者的财富水平上相差不大，但是他们一生中的行为差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。简单来说，一个放弃买房梦想的人可能会更难摆脱低财富的人生轨迹。低购房意向者在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里的净资产几乎为零，他们的资产积累微乎其微，几乎一直都是在当月光族。考虑到住房、医疗、育儿、交通和大学学费的上涨，美国真正的贫困线应该定在家庭年收入14万美元。美国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旨在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，却为那些试图爬出社会底层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。当你的收入从4万美元增加到10万美元的时候，你的福利消失的速度就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的速度，将这个称为死亡之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。